我爹风流，我娘是下面官员为了讨好他而送来的扬州瘦马。我娘容貌娇艳，擅长弹琴吹箫，深受我爹喜爱。但是不管怎么喜爱，我爹也只是把我娘当玩意儿，从未给过名分，连一个妾室的身份都没有捞到。公子，奴家怀里你的孩子。老爷出门巡视了，没个1年半载回不来。你这肚子里怀着个孽种，倒是长了不少底气。留着你也是个祸害，拉下去卖给城南的伢子。不，夫人饶命！夫人，您不就是嫌我这张脸吗？我毁了它，求您留下这个孩子。真晦气！行了，既然自毁了容貌，就留着等死吧。咬牙再坚持，孩子快出来了。嬷嬷，我疼，我快撑不住了。再加把劲儿，用力，就差最后一下了。出来了，出来了。公子是个姑娘。从那以后，我爹再也没踏入过我们的院子。你听这声音，今年元宵也太热闹了吧？听说宫外街上摆满了花灯，可不是嘛？还有猜灯谜、耍龙灯的，想想就有意思。就是咱们当值，连凑个热闹的功夫都没有。记得我7岁那年元宵节，因为贪玩，回来的有点晚了，娘该担心了。抓住了，小贱蹄子，看你往哪儿跑！灵儿，老实点！7岁了，倒学会偷溜出府了。既然你记不住规矩，那就让你娘替你长长记性。大夫人饶命，灵儿还小，是妾身没看住她，求大夫人责罚妾身。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别打我娘！五姑娘，睁大你的眼睛，好好看着。不要，娘！记住了，以后你再敢偷跑出去，我就打断你娘第2条腿。如果还跑，就再打断1只手。你可以试试，看你娘能坚持几次。不会了，我再也不会了。初莲，哎，李龙，谁准你进来的？出去！五姑娘别端着，我姑姑在大夫人面前得脸，老子在府里横着走。伺候好老子，大夫人一准把你赏我。放开我！你疯了吗？叫什么叫？奴婢生的，生来就伺我们奴才的。李爷，求您放过李儿，她还是个孩子呀！老东西滚开！吴姑娘乖乖从了，老子玩够了，娶你进门。放开我！救命啊！你再叫，我就找我姑姑去大夫人那儿告状，说你和你娘合起伙来勾引我，到时候让你们娘俩全都去进猪笼。求求你们救救我！你们救救我！放开我女儿，李龙，你这个畜生！娘！大夫人开恩，大夫人开恩，饶丽儿一命。是那畜生先施暴，丽儿是自保啊！闭嘴！你个贱婢，杀我侄儿还敢求饶！闭嘴！带走。娘，李龙的事就这样算了，别管了，咱们能活命就好。这眼神，这兴奋的光，和
和那天晚上的李楼一模一样。宋初离，我问你，可愿进宫帮你姐姐一把？不，我不进宫。压住那贱妇！我再问你一遍，可愿进宫帮你姐姐一把？娘，再砸！还没答应呢，咱们继续。我愿意，别砸了，我愿意进宫。敬酒不吃，吃罚酒。娘，这都3天了，大夫人还没派人来。灵儿别怕，你答应了，他们会留我们命的。五姑娘，快些跟我们洗漱，洗干净，今日要带你进宫。今日入宫，只说梁妃病了，想见家人。是，母亲。姐姐入宫4年无孕被冷落，夫人是要我入宫帮她顾宠。你就在门口等着。进去吧，梁妃娘娘在里面等你了。多余的话我就不说了。入宫后替你姐姐生个皇子，事成之后，我放你和你娘自由。倘若不听话，你就多想想你娘那副身子，看看她还能受得了被我折磨几次。你竟敢管走！我在府里一定会好好的照顾你娘的。等等，放肆！当这里是什么地方？宫里也是你能随便乱跑的吗？冲撞了贵人，你10个脑袋都不够砍的。梁妃娘娘还在里头等着呢，还不快滚进去！别让娘娘久等了，否则我亲手扒了你的皮！自家姐妹不必多礼。民女宋初离叩见梁妃娘娘。起来吧，倒是个懂规矩的。几年不见，倒出落得不错，怪不得母亲极力推荐。民女惶恐，既然懂规矩，就留下试试吧。民女愚钝，不知娘娘让民女试什么。现在你就是本宫的亲妹妹，进宫是为本宫侍疾的。至于能不能在这宫里彻底留下来，就是本宫交给你的第一个任务。民女明白。你要是能完成这个任务，那还算有点用处。你要记住，只有有用的棋子才配活在这个世上。他的意思再明白不过了。如果我没用，为了保住他们母女的算计不外泄，我只有死路一条。我若死了，娘也一定会被灭口。当然了，本宫对有用的棋子一向很大方。这2日你先下去好好歇着，跟着翠果学学宫里的规矩。皇上这2日应该就会过来，到时候就看你自己的本事了。怎么还不走？不行，娘危在旦夕，我必须救她。闭嘴！这里不是你讨价还价的地方。走吧，宋姑娘。我现在根本没资格跟梁妃谈条件。崔嬷嬷是大夫人身边最得脸的人，她肯定早就料到我会忍不住求情。她临走前故意说那些话，就是为了乱我心神，激我去惹怒梁妃。她想借刀杀人，替她侄儿李龙报仇。我现在对大夫人还有利用价值，崔嬷嬷明面上动不了我，为了牵制我，他们暂时不会让娘死，但娘的皮肉之苦肯定是免不了的。我必须忍，总有一天我会把娘救出来。不要！我必须强大，只有掌权才能救我娘，让他们不敢再欺辱我们。这后宫能帮我的只有一个人，当今皇上。腰塌下去。宋姑娘，教了你3天，可别在皇上面前丢了梁妃娘娘的脸。姐姐教训的事，我一定认真学。姐姐，我出来不懂，皇上登基5年，后宫如今是什么光景？皇上是明君，可子嗣让人操心。5年了，皇后只一位公主，至今无皇子。原来如此，难怪娘娘这么急着让我入宫。娘娘入宫4年，1年见不到皇上2回，再没办法就得去冷宫。难怪娘娘心神不宁。更要命的是，纯妃2个月前刚怀了皇嗣，娘娘能不急吗？
子嗣艰难，纯妃怀孕，这就是宋彩色不惜用我也要拼死一搏的原因。翠果姐姐，我听闻纯妃娘娘与咱们娘娘似乎积怨颇深。何止是积怨，他们俩从刚入宫起就不对付，家世背景都差不多，为了争什么手段没使过？这几年斗下来，恩怨越攒越多，早就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。以前大家都无孕，倒也还算势均力敌。谁说不是呢？可偏偏如今纯妃怀了皇嗣，那是稳稳的压了咱们娘娘一头。那皇上最近……别提了，上个月皇上好不容易翻了娘娘的牌子，刚准备就处呢，纯妃那边就派人急吼吼的来请，说是胎相不稳。皇上就这么走了？走了，娘娘气得半死。本来见皇上的机会就少，纯妃还次来搅和，要不是实在别无他法，娘娘也不会……难怪他急着把我弄进宫，原来是被纯妃逼死路，拿我当最后筹码。绝规矩已经5天了，宋锦瑟说皇上这2日会过来，可到现在连个影子都没见到。难道宫里出变故？如果皇上一直不来，我这颗棋子岂不成了死局？第6天了，平日里翠果这时候早该过来教规矩了，今日怎么没见人影？肯定出事了。可这里是深宫，我这种身份绝不能乱打听。宋姑娘，跟我走吧，梁妃娘娘要见你。民女参见梁妃娘娘。宫里有宫里的规矩，本宫留你市集的借口，最多也就只能留你6日。如今6日已过，皇上一直没来本宫院子。既然皇上不来，那就只能让你去主动找皇上了。这件事成与不成，就看你自己的造化了。这是参汤，皇上如今正在御书房处理公务，你替本宫去送。见了皇上就说这汤是你为了体恤圣体亲手炖的，成不成就看你造化。成了，本宫重重有赏；若是败了，名为送汤，实则勾引，而且机会只有这一次。如果我失败了，被送回宋家，那就是彻底失去了价值。到时候大夫人为了永绝后患，一定会杀了我跟我娘灭口。既然没得选，那我就只能赌上命。去吧，本宫果然没看错，你是个识趣的。这一步迈出去，再回头就难了。娘，您在府里等我，我一定得活下来，得强大起来。劳烦公公通报，这是我们府上5姑娘心疼皇上勤勉，特意亲手炖了一些滋补的汤盆。这补品我们娘娘方才吃着还行，这不紧着就让奴婢们给皇上送过来了，想着也请皇上尝尝。宋姑娘，皇上宣您进去。翠果在笑，看来这御书房里定有陷阱等着我。宋初离，你得稳住，千万不能走错一步。民女宋初离叩见皇上，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！这就是皇上，那个唯一能把我跟我娘从泥潭里拽出来的人。抬起头来，抬起头来。娘教过我，木头美人在这宫里是活不长的，一味低眉慎射只会索然无味，只有灵动的眼、好奇的心，才能让皇上记住我。样貌倒是不错，平身吧。样貌不错，也仅仅是样貌不错吗？靠这张脸留下，看来是我想的太简单了。皇上，这是梁妃姐姐念着您操劳，特意……皇上，臣妾给您炖了银耳莲子羹。哟，臣妾来的不是时候，惊扰了皇上看美人的兴致。宋姑娘，这位是纯妃娘娘。哟，
这位妹妹瞧着面生的很呢，是宫里新来的，本宫怎么从来没有见过？纯妃娘娘吉祥，民女送出离，是特意进宫给良妃姐姐侍疾的。侍疾？好一个姐妹情深！既来侍疾，怎不在姐姐床前伺候，反倒闲工夫跑到御书房给皇上送汤？本宫倒要替皇上好好瞧瞧，你这食盒里究竟炖的是什么好汤？拿过来，本宫倒要看看你这汤里藏了什么腌杂东西。娘娘小心啊！娘娘，您和皇嗣可安好？混账东西，竟敢在朕的眼皮子底下谋害皇嗣！快请太医护送娘娘去养心殿测殿！还愣着干什么？宣所有当值太医即刻去养心殿！宋初林，你真是好大的本事！皇上，臣妾听闻翠果那贱婢竟敢冲撞纯妃妹妹，臣妾心惊胆裂。是臣妾管教奴才不力，竟不知这贱婢生了如此歹毒的心肠，请皇上责罚臣妾。臣妾管教不严，万死难辞其故。皇上，臣妾自入宫从未逾矩，对纯妃妹妹呵护备至。谁知翠果贱婢狼心狗肺，背着臣妾做下这灭绝人性的勾当，是臣妾失察，管教不力，让他生了邪念，惊扰皇子，臣妾万死难辞其咎，请皇上责罚。宋初兰，你别以为救了野种就能翻身，本宫即便有罪，也只是管教不严，你那贱人娘的命还在本宫手里。姐姐果然好手段，这招管教不力，倒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。本宫实话实说。何来摘干净一说？是不是指使皇上心里自有一杆正？姐姐这般聪明，倒让初离开了眼界，先给自己定个轻罪，好堵住悠悠众口。看来我这做妹妹的，今日是替姐姐挡了那泼天的祸之。公公，皇上是不是宣本宫进去？宋武小姐，皇上请您进去。姐姐。看来皇上今日更想听听我这管教之外的真相。民女宋初离，叩见皇上，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平身吧。宋启色想要我的命，那我就在这万岁爷面前把这条命豁出去一半。小心！秦太医，快过来看看！启禀皇上，宋武小姐这身子，直说。宋小姐长期营养不良，脏腑极度空虚，加之这几日粒米未进，全靠一口气撑着。那这血是怎么回事？宋小姐方才为了护住纯妃娘娘和皇嗣，那一摔不仅摔得结实，更是伤及了五脏。这般虚弱之躯，受了如此重的内伤，能在养心殿外强撑着请罪到此时，已是奇迹。臣妾已无碍，就先告退了。皇上，
微臣活了大半辈子，从未见过那家千金底子亏成这样。这脉象分明是常年不得温饱所致。永川侯府好歹也是功臣之家，竟会让他一个嫡出的妹妹长期营养不良。皇上，救救孩子！令米未尽，你是算准了今日会出事，还是当真连吃口饭的胆子都没有？民女贱命一条，死不足惜，只要皇嗣平安。哼，用最好的药，他若是醒不过来，你也不用留在太医院了。微臣明白，定当竭尽全力。朕既然成了你这份救命之恩，永川侯府欠你的，朕定会给你一个交代。臣先退下了。好香，龙涎香。睡吧，在朕这里，没人能再伤你。小主，你可算醒了！恭喜美人，贺喜美人！美人，皇上封我做美人了。是啊，皇上感念您尽护皇死的一片赤诚，在您昏睡时便下了旨。如今您已是名正言顺的宋美人了。折了半条命，这大事总算落了地。这深宫高墙，我宋初离终于是迈进来第一步了。纯妃娘娘那边如何？主子放心，纯妃娘娘受了些惊吓，但这胎算是彻底稳住了。翠果，倒是那翠果死了，死透了。皇上震怒，当着良妃娘娘的面，生生把翠果给杖毙了。听说那血都溅到了良妃娘娘的裙摆上，可把那位吓得够呛。宋启色看着心腹横死眼前，却无能为力，这滋味不好受吧？皇上还罚良妃娘娘闭门思过3个月，连绿头牌子都给撤了。这3个月，她是见不着皇上了。伤敌800，自损1000，她这回确实跌得不轻。传皇上口谕，宋美人今日身子若见大好了，便准备侍寝吧。臣妾领命。侍寝，良妃刚受罚，皇上就急着翻我的牌子，这哪里是恩宠，分明是一场试探。他在看我这出苦肉计到底是真心还是算计。宋美人，这是宫里的老规矩，这侍寝要注意的事项，您可得一字不落了记在心眼里，容不得半点差池。多谢嬷嬷教诲，出离记下了。起轿！既然躲不过这试探，那便迎上去。宋锦瑟，你做不到的，我未必做不到。美人记住了，侍寝之礼重在柔顺，您只需静候圣驾，待皇上亲手为您掀开锦被，万不可有半分逾矩。怎么，你不怕朕？为什么要怕？皇上声音这么好听，长得又这般好看，民女欢喜还来不及。哈哈哈哈哈！你这小女子倒真是特别的狠。以前翠果总是板着脸训我，说在这宫里对皇上必须顺从听话，每一个动作都要小心翼翼。可她错了，这后宫的女人说到底不过是皇上手里的一个物件，若是物件个个都千篇一律的听话，那也太无趣了。唯有这一点不一样，才能真正勾起这位天下之主。那日在御书房救下纯妃，是你的苦肉计。不管眼前这个男人是什么身份，掌握着多大的生杀大权，娘亲果然说的没错，天底下的男人都逃不过那点可笑的想要征服猎物的欲望。总算是把这最难的一关闯过去了。主子辛苦了，奴婢伺候您去偏殿洗漱梳洗吧。不必了。可是主子按规矩侍寝后，我说不用，你先退下。
娘亲交代过，房事之后若想受孕，千万不能立刻习蜀。如今在这深宫站稳脚跟的唯一生路，就是尽早怀上龙胎。主子今日可要在这院里歇着？不了，咱们走一趟梁妃姐姐那里。现在既然已经试过了寝，有些旧账总该趁着还没凉透，好好跟他算一算。哼，本宫倒是没看出来，你这个在府里连狗洞都钻过的贱人，竟然还真有几分爬龙床的手段。哑巴了？怎么试了寝就觉得自己飞上枝头变凤凰了？你是特意来本宫这儿耀武扬威，想看本宫笑话的，对不对？娘娘误会了，臣妾只是来给姐姐请个安。请安？本宫告诉你，本宫是永川侯的嫡女，哪怕皇上现在进了本宫的族，那也不过是雷霆五路皆是君恩，动摇不了本宫半点根基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不过是府里一个下贱瘦马生的贱婢，无根无底的浮萍，让你得意2天，那是本宫给你的脸。本宫想要弄死你，就跟碾死一只蚂蚁一样，易如反掌。他这话倒是没说错，我那个爹虽然风流成性，荒唐透顶，但他到底是永川侯，皇上不看僧面看佛面，确实不会冷落梁妃太久。若非这层关系，谋害皇嗣这么大的嫌疑，皇上又怎会只给了一个禁足的处罚？我的出身确实不好，但说到底，我也姓宋。姓宋？宋锦瑟，你那天让翠果陷害我去撞掉纯妃的皇嗣，你可想过后果？若真让你得逞了，皇上雷霆大怒，咱们都姓宋，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。宋家要是倒了，你也落不得半点好。你为什么要冒这种自断生路的风险？真是天大的笑话！宋初莲，你也配姓宋？你听好了，宋家的族谱上从来就没有你这号人。你那个贱人娘不过是府里买来的一个卑贱奴才，一个奴才生的野种，跟本宫跟高贵的宋府有什么关系？你不过是个借了宋家姓氏的玩物罢了。原来如此，在这宋家嫡女眼里，我连个宋家人的名分都没有，我竟然还可笑的把自己当成宋家人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们就谈一笔交易，我可以帮你解除禁足。你凭什么能办到？只要能解了禁足，你有什么不敢试的？你想要什么条件？我要大夫人身边最得脸的那个崔嬷嬷即刻进宫来服侍我。宋美人见谅，御书房那场意外，想必您还没忘。太医刚刚才走，特意叮嘱了我们娘娘要好生安胎。现在除了皇上，谁也不见，尤其是宋家人。我也不是非要进去，姐姐在宫里伺候久了，应该知道这世上没有永远的敌人，只有共同的麻烦。宋美人有话直说，不必在奴婢面前绕弯子。劳烦姐姐帮我给纯妃娘娘传句话，请她去皇上面前帮我那位好姐姐梁妃求个情，就说既然是管教不力，禁足也乏了，不如解了这禁足，显显娘娘的大度。求情？宋美人怕是糊涂了。梁妃娘娘那天存了什么心思，满宫里谁不知道？她差点要了咱们娘娘和皇嗣的命。放她出来，我才能帮娘娘彻底解决梁妃。梁妃是永川侯的嫡女，这种程度的禁足根本动不了她的根基。她被放出来是迟早的事，与其等她自己脱困后再来暗算娘娘，倒不如由娘娘开恩放她出来，把这头老虎引到明面上，话带到了就行，去不去在娘娘。想要永绝后患，这可是最好的机会。梁妃禁足不会伤到什么根本，她要设计算计纯妃的孩子，纯妃肯定是要对付她的。如今我主动请缨，她就算不信，也是会试一试的。毕竟对我这种身份的人来说，输了是我死，赢了是她得利，这对她没什么损失。美人，出大事了！纯妃娘娘今儿一早居然去了御前，说是昨晚做了噩梦，梦见佛祖降下警示，心绪一直不安。哦，她是怎么跟皇上说的？娘娘说想给肚子里的小皇子祈福消灾，求皇上彰显仁德，赦免宫里那些犯了小错的宫女太监。皇上听了自然龙颜大戒，不仅准了，居然连
连梁妃娘娘的禁足也一并给解了。是吗？美人，那梁妃之前可是想要纯妃娘娘的命啊！奴婢真想不明白，纯妃娘娘怎么反而在这时候当起了好人？这不是引虎下山吗？纯妃娘娘这一招叫大度。若是梁妃一直被关着，她怎么能名正言顺的在这后宫里继续斗下去？既然大家都想要个结果，那就只能让台面上的戏开锣了。给宋美人请安。梁妃娘娘说了，既然美人这儿缺个顺手的老人伺候，大夫人便忍痛割爱，让崔嬷嬷入宫来帮衬美人。老奴宋府崔氏奉大夫人和梁妃娘娘之命，打今日起就来这儿服侍五姑娘了。嬷嬷，这几日没在府里，你这身老骨头可还硬朗？哼，托您的福，老奴在大夫人身边过得好着呢。倒是五姑娘您，这宫里的位置还没坐稳，就开始惦记起家里的奴才了。老奴给宋美人请安。这瓶子是皇上昨日刚赏的，说是颜色通透，最配我的性子。你大胆刁奴！你竟敢仗着大夫人的事，在御前如此放肆，竟亲手打碎了皇上赏赐的碧玉青瓷瓶！你血口喷人！明明是你自……来人啊！把这个冲撞御赐之物、大逆不道的刁奴给我拿下，即刻送进慎刑司！嬷嬷，慎刑司那些刑具可比府里的戒尺要好玩得多。宋初离，你疯了！大夫人不会放过宋初兰，你竟敢冤枉我！你别忘了，我可是大夫人身边最得力的嬷嬷，你动了我，就是打大夫人的脸。等消息传回府里，大夫人定会让你还有你那个下贱的跛子娘全都死无葬身之地。嬷嬷，我看你在这后宫待了几天，脑子反而糊涂了，不如我提醒提醒你，让你看清自己的分量。老身的分量，岂是你这个婢制女能懂的？我那位好姐姐梁妃，不过动动嘴皮子，就能让大夫人把你像垃圾一样送进宫来给我出气。你还没看明白吗？你在他们母女心目中，跟一条看门的狗又有什么区别？以前在大夫人那儿受了气，你就跑来折磨我和我娘，你甚至还鼓动你那个色胆包天的侄儿李龙，想让他在这深宫高墙之外糟蹋我。你我之间的血债早就不共戴天了。你都知道了。你原本还指望着借梁妃的手杀我，对吗？可惜现在我不仅活着，还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人啊！堵上嘴，拉下去。终于处理掉一个了。崔嬷嬷进了慎刑司，大夫人就少了一双眼睛。虽然现在还没法把娘亲接出来，但杀鸡儆猴，总能让府里那帮捧高踩低的奴才们忌惮几分。娘，您再等等我。宋美人，皇上在寝殿等着呢，您可得好好伺候。崔嬷嬷前脚刚进慎刑司，皇上后脚就招我侍寝，这消息传得未免太快了些。臣妾给皇上宽衣。今晚怎么不敢看朕了？皇上英明神武，臣妾在皇上面前不需要伪装。他竟然一个字都没提崔嬷嬷，看来这一局他是铁了心要看我如何收场，想从我脸上找到屈服和愧疚。皇上，那你可要失望了，在这吃人的深宫，只有不肯屈服的人才配活下去。那个宋美人到底使了什么狐媚子手段？皇上竟然连着3日召她侍寝，连梁妃和纯妃都没这个排场。谁知道呢？听说她连大夫人身边的亲随嬷嬷都给送进慎刑司了，这女人毒着呢。宋美人留步，皇后娘娘听闻美人近日辛苦，特请美人去坤宁宫坐坐，说说话。臣妾领旨。连一直深居简出的皇后都被惊动了，这后宫的水终于被我彻底搅浑了。臣妾给皇后娘娘请安，愿娘娘万福金安。起来吧，赐座。谢皇后娘娘。退果当初说的没错，皇后娘娘生小公主时伤了根本，
这几年每入秋便大病一场，如今看这模样，怕是比传闻中还要油尽灯枯。这就是当今皇上唯一的血脉，小公主。怪不得纯妃和宋瑾斗得你死我活，也要抢着生皇嗣。谁都看得出来，皇后已非长寿之相。只要谁能生下皇子，这中宫之位迟早是囊中之物。瞧这孩子，在这吃人的深宫高墙里，母女相依为命，哪怕贵为皇后公主，竟也和我与我娘在那宋府泥潭里的光景没什么两样。看够了，本宫这副残躯，倒叫你见了笑。臣妾不敢，臣妾只是见小公主如此纯孝，想到了自己生母，一时感怀。哼，感怀？这宫里最不缺的就是感怀的人。纯妃和良妃整日盯着皇嗣不放，想必也是瞧准了本宫这身子撑不了多久了。皇上近日连着3日宿在你那儿，你是玲珑人，本宫唤你来并无他意。臣妾惶恐，皇上龙体关乎社稷，你既然受宠，平日里便要多规劝皇上几句，让他务必保重圣宫，莫要因为臣妾谨记娘娘教诲，定会好生照顾皇上。罢了，本宫乏了，你归安吧。主子，是纯妃娘娘。嫔妾参见纯妃娘娘。娘娘怀着皇嗣，怎么亲自过来了？哼，宋美人，这已经是皇上连续第4日召你侍寝了吧？看来你这院子里的风可比外头还要热络。皇上隆恩，嫔妾不敢多言。你是不敢多言，还是觉得本宫好糊弄？你当初是怎么跟本宫表态的？这么快就忘了？嫔妾从未忘记。本宫看你勾引皇上勾爱得挺快，心思全在如何霸占龙床上，倒是把本宫和你那点约定抛到九霄云歪去了。在这后宫里，背信弃义的人向来没好下场。娘娘息怒，嫔妾这几日费心承宠，正是为了在皇上面前博一个开口的机会。开口？嫔妾正想请纯妃娘娘帮个忙，好让嫔妾腾出手来，替娘娘除掉那个心头大患，对付良妃。对付良妃？什么忙？嫔妾斗胆，想请娘娘帮个忙，在这宫外替嫔妾物色几个年轻漂亮、底子干净的女子。宋初南，你好大的胆子！皇上连着4日宿在你这儿，你不仅不知收敛，竟然还敢在本宫面前张罗着寻觅美色，简直放肆！娘娘切莫误会，借嫔妾100个胆子，也不敢往皇上身边塞人。这些女子绝不是给皇上准备的。不是给皇上？那你想把这些狐妹子送到哪儿去？是给我爹永川侯准备的。给你爹？想必娘娘也听说了，我和我娘在宋府过的是什么生不如死的日子。大夫人费尽心思送我进宫，可不是为了让我光宗耀祖，不过是把我当成帮梁妃稳固地位的一块踏脚石。我与梁妃从进宫那天起就注定是势同水火，要想彻底对付梁妃，就得先断了她的后路，对付那位大夫人。只要我娘还在大夫人手里，我就永远有软肋攥在她们母女手中，永远受制于人。只有宋家后院乱了，大夫人自顾不暇，我才能真正腾出手来帮娘娘除掉梁妃。你倒真是个狠得下心的。行，这买卖本宫做了。3日后，本宫自会找个由头给你送几个人过来。主子，纯妃娘娘先前还那般恼怒，您提了那样过分的要求，她竟然真的答应了。她当然会答应，在她眼里，我现在虽然得宠，却始终只是个贱婢生的玩意儿，够不着那个位子，自然算不上威胁。可宋锦瑟不一样，她是永春侯府名正言顺的嫡女，这身份足以让她在皇后病重时去争那一争。比起我，她才是纯妃肉眼可见的死敌。所以纯妃娘娘这是想看主子和良妃娘娘鹬蚌相争？她乐得当那个坐收渔翁之利的渔人，可惜谁是鱼谁是网，现在说还太早。良妃娘娘这回倒是舍得，这些可都是外面见不到的好东西。她当然舍得，她恨不得我现在就怀上龙胎。这娘娘不是应该嫉妒您得宠吗？嫉妒？她那是野心。我娘还在他们手里，只要我一生下皇子，她就能顺理成章的弄死我。到时候她是我姐姐，她是侯府嫡女，她可以名正言顺的替我养孩子。这皇子就是她争夺后位最硬的一块砖。去母留子，宋锦瑟，你想得到没？那这些药先收起来。我宋初离
绝不是那种伸长脖子等死的人。宋美人，这几位可是咱们娘娘特意为您寻来的。娘娘说了，知道美人惦念着家里的规矩，特意挑了这几个。这几位女子，无论是琴棋书画，还是在那江南道上，可都是一等一的。美人，这份厚礼您可得收好了。你这话分明替我谢过纯妃娘娘，既然是娘娘的一片心意，我自然照单全收。专门挑扬州瘦马来嘲讽我的出身，纯妃，你这算盘打得太响。却不知这些女子正好能成我手里最快的刀，先找人教教他们规矩，没我的允许，一个也不准放出去见人。主子，您真的要留下他们？留下，我现在缺的就是能把那个男人彻底掏空的利器，剩下的只需等一个机会。美人，这是梁妃娘娘今日遣人送来的，说是她闭门思过，心急如焚，唯恐妹妹身子虚了。这已是这2个月的第6批了。宋景色这戏演的倒是真，这2个月不仅不露面，还变着法子往我这儿塞补药。他这是怕我不受宠，更怕我怀不上。爱妃，还是你这儿清静，朕每次来都能解几分乏堆。皇上若喜欢，臣妾便天天给您点着静心的香。皇上，纯妃娘娘突然腹痛难忍，太相似乎有些不稳，正哭着喊皇上呢。又是这出，去告诉纯妃，既然痛得厉害，就找太医，朕去了就能帮她顺了这胎气。皇上，纯妃娘娘毕竟怀着皇嗣，万一真有个差池，您还是去瞧瞧吧。还是你知轻重，朕去就回。够了，滚回去告诉纯妃。这已经是这个月第几次了？若是太医无用，朕就换了那帮吃白饭的；若是他自己矫情，朕看这安胎的规矩也该重立了。再敢以此理由搅扰朕，朕定不轻饶。男人的耐心是这世上最薄情的东西，即便怀着皇嗣又如何？起初你那点撒娇示弱，他还会觉得新鲜有趣，可次数多了，在他眼里也就剩下矫情和烦躁了。皇上今晚翻的是谁的牌子？回娘娘，皇上还是去了宋美人那里。本宫挺着这么大的肚子在这受苦，他倒好，见我这副臃肿模样厌烦了，便转头钻进那小贱人的温柔乡里去了。娘娘保重身体，您现在是有身子的人，等皇子落地。这宫里的新人一茬接着一茬，就算没那个宋初离，也会有平的狐妹子。本宫算是看透了，指望皇上守着本宫，不如指望着肚子里的皇子。既然这招博同情的戏码不管用了，那本宫便安心养胎。只要皇子在，本宫在这后宫的依靠就在。这1个月，纯妃那边倒是出奇的安静，连半点风浪都没再掀起来。可不是，许是瞧着那些争宠的招数在皇上面上行不通了，这才老实了。倒是梁妃娘娘那边，虽说人没露面，这补药送的可比以前更勤了。她是怕我这身子骨撑不到怀孕。既然他们都想要个皇子，那我便如了他们的愿。还是你这儿舒服。前些日子那些大臣们献上来的女子，一个个只知道曲意逢迎，无趣的很。不要1个星期，朕就腻了。皇上是操劳社稷太累了，臣妾这儿别的没有，唯有几分清静。你这丫头倒是比旁人都有耐心。臣妾只是瞧着小公主活泼，想过来沾沾喜气。宋娘娘，你上次教我的花样子，我已经绣好一半了，你快来瞧瞧。娘娘放心，臣妾会一直陪着公主的。可是有了。回娘娘，虽然还没请太医瞧过，但这月事已经迟了快2个月了。臣妾想着多半是有了。这后宫的女人盼了一辈子，也不过就是盼这个。你能怀上是你的本事，可在这深宫里，怀得上未必生得下。臣妾明白，宫中凶险，臣妾定会万分小心。小心，有些案件是防不住的。既然身子不适，就别在这儿耗着了，跪安吧。恭喜皇上，宋美人确实已怀有2月身孕，迈向沉稳，皇嗣安康。好，重重有赏。爱妃，你立了大功，传朕旨意，宋美人进位为婕妤，赏黄金1000两，锦缎100匹。臣妾谢皇上隆恩。怎么了？朕封你做了婕妤，怎么瞧着还是心事重重的样子？皇上，臣妾如今自己怀了孩子，才越发体会到当年母亲生养臣妾的苦楚。臣妾的生母在府里操劳了半辈子，如今年岁大了，身子也不如从前。你有这份孝心是好事。臣妾入宫这么久，从未求过皇上什么，
今日斗胆，想求皇上准许臣妾从宫里拨几个得力的人送回府去，好生伺候母亲，也算全了臣妾的一片孝心。准了，这有何难？朕不仅准你拨人，还要亲自给宋家一份体面。来人，这传朕口谕，宣宇川侯即刻入宫。宋婕妤，永川侯到了。父亲坐吧。听闻你怀了皇嗣，为父和大夫人都高兴得紧。你如今位分高了，更要好好养胎。这不仅是为了你自己，也是为了你母亲在那府里的日子。既然提到母亲，不知她在府里如今可还好？有大夫人亲自照看，自然是出不了差错的。大夫人说了，只要你懂事，你母亲那儿绝不会少了吃穿。照看，怕是费心儿的紧吧？这个男人对我娘和我当真是一点情义都没有，满脑子只剩下拿我娘当筹码的算计。既然皇上尽了你的位分，你就该多为侯府谋划。我娘操劳一生，从未享过什么福，如今我有了身孕，更能体会生母的不易。我特意求了皇上的恩典，赏下几个丫鬟去府里专门伺候我娘。父亲一会儿出宫，顺便带上吧。这家里又不缺使唤丫头，何必从宫里往外带人？没得坏了规矩。哎呀，这是你的一片赤诚孝心，当女儿的有这份心，为父自然要成全，带回去，一定带回去。既然父亲成全，那就领着人退下吧，我累了。主子，大夫人若是见您送人回去，怕是会为难宋姨娘。这些女子的卖身契全攥在我手里，她们都是纯妃那边找人特意训练过的，那掏空男人的手段，天底下没几个男人能扛得住。这些人是宫里赏的，更是皇上御笔亲准的。大夫人就算气疯了，也绝不敢打发了他们。所以主子是想，他们可不是我娘那种任由大夫人搓磨的扬州瘦马。宋家就只有我爹这么一个独苗，如若这根苗烂了没了，这不可一世的永川侯府也就彻底到头了。皇上，纯妃娘娘受了惊吓，动了胎气，怕是要早产了。启禀皇上，是个公主。一定是你们这群贱奴没伺候好，要不是你们害得本宫早产，本宫的孩子怎么会从皇子变成公主？来人，给本宫狠狠的打！哼，回宋婕妤那儿。主子，听说纯妃娘娘在院子里跳着脚骂您是狐狸精呢，说是您勾走了皇上。随她去吧。好妹妹，今日身子可还爽利？这是姐姐亲手为你熬的补品，你快趁热尝尝。你看，姐姐先尝了，绝无问题。咱们是一家人，我总盼着你和孩子平平安安的。梁妃倒是真的懂事了不少，朕改日去你宫里坐坐。宋景色那个贱人，竟然装出这副慈姐模样给皇上看，本宫现在费了半条命坐月子，连面都露不得，只能眼睁睁看他们演戏。娘娘保重，等您恢复了身段，皇上定会回心转意的。怀孕4个多月了，皇上这2日是没再过来了吧？皇上最近多在梁妃娘娘和新进的小主那，在这后宫，美貌是利器，却也是最保不住的东西。我这一丰腴，皇上的兴致自然也就淡了。不过也好，他若不来，这戏才好接着往下唱。主子，皇上今儿个又翻了谁的台子都无碍，他不来，我这院子倒落得清静，正好安胎。主子倒是好心性，换了别人，怕是早急坏了。这宠爱如浮云，抓不住也留不住。如今我眼里，除了肚子里的孩子，也就只有坤宁宫那位了。宋娘娘，这里边住的是小弟弟还是小妹妹呀？他什么时候出来陪我玩？不管是弟弟还是妹妹，以后都会陪着公主，唤您一声姐姐。娘娘，时候不早了，臣妾改日再来给您请安。自古帝王无情，你好自为之吧。你肚子里这胎能不能平平安生下来，全靠你自己。皇上是不会护着你的。皇上不会护着我。从前听闻娘娘当年怀公主时是被人下药害了才伤的根本，如今看她对皇上那满心的怨气，看来那些传言全是血淋淋的真相。
主子，出大事了！梁妃娘娘那边刚请了太医，说是有孕了，已经3个月了。知道了，下去吧。宋锦瑟，你沉寂了这么久，竟然在这儿等着我。宋婕妤，今儿这消息怕是让你连晚膳都用不下了吧？你万万没想到，你那位好姐姐梁妃竟然还有这等本事。娘娘请坐，您和梁妃姐姐同日进宫，您都生下小公主，她怀上皇嗣，也没什么好奇怪的。行了，这儿没外人，收起你那副姐妹情深的嘴脸。宋初离，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，你我联手，趁她这胎还没坐稳，直接，只要事成，本宫保你坐上那梁妃的位子，如何？你以为你怀着孩子就万事大吉了？你不过是个奴婢生的。宋子瑟那眼高于顶的性子，何曾把你当成过宋家人？当初在御书房，他设计让你来撞本宫，就是想一石二鸟，连你的命都算下进去了。如今你跟我联手，不过是有仇报仇。你要想清楚，如果梁妃真生下皇子，本宫的日子固然难熬，可你呢？宋家绝对不允许你的存在。到时候，不管你肚子里是皇子还是茂女，宋锦瑟都会亲手送你上路。梁妃不把我当宋家人，这话你倒是说对了。既然不把我当宋家人，那这永川侯府宋家也确实到了该消失的时候了。不过宋锦瑟，现在还不是取你命的时候，我要等的那个时机也快了。主子，您是没瞧见纯妃娘娘那脸色？昨儿个皇上本要翻她的牌子，结果梁妃娘娘那边又喊着太动不安，硬生把皇上给请走了。这都第几回了？纯妃娘娘气得连早膳都没动。他们斗他们的，咱们关起门来过日子。主子，这宫里人都瞧得明白，他们那是明争暗斗，皇上圣明，定也看在眼里。可皇上怎么就不管管，反而由着他们胡闹？你不懂，皇上不是看不清，他是在冷眼瞧着这出戏，谁能斗赢谁最合，谁才配在这宫里活得长久。他呀，分明是享受这个养蛊的过程。听说了吗？梁妃娘娘那肚子尖得厉害，宫里的老嬷嬷都说了，怀的保准是个皇子。那可不，梁妃娘娘现在可是风头正恨，这还没生呢，满宫里都传遍了。主子，这消息传得太邪乎了，事出反常必有妖，咱们得避开这阵风头。主子，回屋传我口谕，从今儿起把院门封了，对外就说我月份大了身子沉，闭门养胎直到生产，除了太医，谁也不准放进来。主子，出事了，被您料中了，梁妃娘娘小产了。说清楚，怎么回事？说是梁妃娘娘在花园散步，被一个脸生的小太监冲撞了一下，人当场就脸红了，孩子没保住。皇上震怒，下令要当场杖杀那太监。那太监呢？没抓着活的。侍卫破门进去的时候，那太监已经悬梁自尽了。死无对证。宋启瑟，你这出戏演的可真是绝绝。找到了，在自杀的小太监遗物里翻出了一封求救信和一包金银首饰。主子，信上写的清清楚楚，说是纯妃娘娘收买了他，让他去撞梁妃娘娘的肚子，好除掉皇嗣。信上还说什么了？信上还说纯妃娘娘给了他很多银子，说纯妃答应送他出宫，还说如果他出了意外，那必然是纯妃娘娘要杀人灭口。皇上彻查了，那金银首饰确实是纯妃娘娘的，还有人证瞧见那小太监死前去过纯妃宫里。好毒的信，这是算准了人死后会被查差，连证据都提前备下。这首饰可是你的？皇上，这确实是臣妾的东西，可臣妾从未见过那个太监啊，这是陷害，是有人偷了臣妾的东西去做局。有人亲眼看见那奴才死前出入你的寝殿，人证物证俱在，你还要百口莫辩到什么时候？臣妾冤枉！纯妃谋害皇嗣，心肠赌毒，即日起废除封号，打入冷宫，终生不得出。纯妃这辈子算是彻底完了。主子，连咱们都看得出这局做得太巧，皇上那样英明，难道看不出纯妃是冤枉的吗？皇上当然看得出来，可那又如何？梁妃的肚子没了是事实，宋家和纯妃母家之间的平衡破了也是事实。皇上是在顺水推舟，他不在乎谁是冤枉的，他只在乎谁更有用。这后宫不过是他的一场养蛊局，他享受的是看我们互相撕咬，最后留下最毒的那一只。我心里的那个猜测，如今算是彻底印证了。这深宫里真的没有人信。哼。参见宋婕妤。宋婕妤，皇后娘娘请您过去说说话。去，你先跟着她走一趟。
纯妃刚走，这宫里的风都是带毒的，探清楚虚实再回来报我。主子，确实娘娘有请，殿内并无异样。坐吧。本宫这副身子撑不了多少日子了。若本宫没料错，等本宫闭了眼，这凤位怕是要落进你那位好姐姐梁妃的手里了。娘娘叫臣妾来，不仅仅是为了感慨凤位的归属吧？本宫只想请你帮个忙。娘娘，臣妾不接无缘无故的请托，不如咱们谈一笔交易。你说，臣妾保小公主一生荣华，以后为她择一门良缘，护她周全。而娘娘您得帮臣妾重新做一个干干净净的、拿得出手的身份。本宫原以为你看中的是宠爱，没成想你盯着的是这天下的名分。可你忘了，你那出身是瞒不住的。有何瞒不住？你母亲是扬州瘦马，那是永川侯府人人皆知的事。就算本宫能帮你改了文书，可永川侯宋家，他宋怀宇曾与你母亲同床共枕。只要他活着，这秘密就永远是一把悬在你头上的刀。娘娘只需要再等半个月。半个月后，永川侯府再也不会有任何麻烦能威胁到臣妾。娘娘，这交易您做是不做？传消息给纯妃送去侯府的那几个女子，告诉他们别舍不得那些销魂手段，该尽的心力就在这几天了。主子，宫外传信，永川侯暴毙了，说是贪恋酒色，在姨娘床上得了马上风，当场就没气了。皇后娘娘，半个月不到，路我已经自己清干净了。宋初离，你这个丧心病狂的贱人，你竟敢害死爹爹！姐姐，你这手若是落下来，经了这腹中的皇嗣，你那一筹莫展的位子，怕是也要到头了。你还有脸提皇嗣？梁妃娘娘经营了这么多年，好不容易把纯妃送进冷宫，倘若今日因为这一巴掌，让你也落得个谋害皇嗣的罪名，变得跟纯妃一样，那可真叫得不偿失。你以为你赢了？你用这种下三滥的毒计害死亲生父亲，午夜梦回，你就不怕爹爹来找你索命？你到底图什么？图什么？我什么都不图。我只是觉得他这辈子玩弄了那么多女人，最后死在女人床上是罪有应得。你别忘了，爹爹死后，本宫在朝堂就没了最大的靠山，可你在这宫里也没了侯府的支持。你敢这么放肆，就不在乎你那个贱人娘的命了吗？本宫在府里有100种法子让他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宋锦瑟，你尽管去试。我娘若是少了一根头发，或者出了半点意外，我立刻就喝下一碗红花，流掉肚子里这个孩子。你疯了，这可是你唯一的依仗。哼，疯的是你们，这孩子是你的命根子，不是我的。只要我还在，这肚子里的肉没了可以再生。可你若是没了这个孩子当梯子，这辈子都别想坐上那个位子。好，宋初离，你有种，但你以为你能撑多久？最多2个月。等你产下皇子，彻底没了用处的那天，就是你和你娘的死期。终于说实话了。主子，梁妃娘娘这小产才不过半月，怎的瞧着比奴婢还精神？因为她根本就没有小产。什么？或者说她从头到尾就没怀过孕，这出小产的戏不过是为了设计陷害纯妃。好一个宋锦瑟，好一招一箭双雕，可惜你这局做得太大，连自己的腿脚都藏不住了。燕国公，您这是干什么？我夫君是个魏寒，您竟然带人强闯侯府！宋怀远那个畜生，竟敢藏匿本宫早年丢失的独生爱女，给本宫搜，掘地3尺要把人找出来！陆爷看，这府中哪有什么国公府千金，全都是下人，都是买来的玩物。我苦命的儿啊！当年他被人拐走调教成扬州瘦马，宋怀远竟然把他藏在后院受尽折磨。你这个毒妇，竟还敢对他动用家！公爷饶命，妾身不知。
把这藏污纳垢的侯府给本宫拆了，还有这个毒妇，打断她的双手，让她也尝尝我儿受过的苦。主子，外头全传疯了。英国公不仅拆了宋府，还亲手打断了大夫人的2只手，说是要为自家闺女报仇。大夫人哭得嗓子都哑了，也没人敢拦。断了2只手，大夫人也有今天。我原以为只是换个身份，没想到皇后娘娘的面子竟然这么大，能请动隐退多年的英国公亲自下场演这出戏。娘娘是为了保住小公主的后路才如此尽力的吧？利益交换罢了。有了英国公这层皮，我娘不仅不再是耻辱，反而成了这京城里最尊贵的苦主。初离，朕今日倒是听了一桩天大的奇闻。皇上万安，不知是什么消息，竟能让皇上亲自跑这一趟。朕原以为你只是个有些心机的小女子，却没发现这宫里深藏不露最能给朕惊喜的，反而是爱妃你。皇上这样看着臣妾，是不喜欢臣妾这份深藏不露吗？不，你很好，朕非常满意。朕就在这等着，看你还能给朕带来多少惊喜。娘娘，臣妾始终不明白，英国公那是何等清流人家，您是如何说动他，让他冒着天下之大不韪去认一个扬州瘦马做亲生女儿的？这世间哪有什么说不动的原则，不过都是利益交换罢了。交换？英国公已至暮年，他早就不在乎什么面子了。他虽无亲子，却还有一房亲侄儿，他怕自己走后，那帮不争气的后辈撑不住国公府的门楣，所以您给了他一个更稳靠的依仗。若是英国公府能出一个做皇后的外孙女，那他的侄子们即便再平庸，也能保3代富贵。这份饵，他不得不吞。小主请放心用，娘娘说了，她虽恨您，但更看重您肚里这个孩子，就算要取您的命，也得等皇子平安降生再说。到了，主子，他方才当面试过毒了。宋锦瑟送来的东西，哪怕是仙丹，我也嫌脏。想去母留子，我绝不会给他哪怕1/1000的机会。嬷嬷，发动了，终于要到时候了。恭喜小主，是个皇子，是个极其康健的小皇子啊！2个时辰，你来的正是时候。有了那个位子，我总算能伸手碰一。皇上，这边请。好，不愧是朕的爱妃，传朕旨意，结于宋氏诞育皇嗣有功，即刻册封为淑妃，赏赐翻倍，普天同庆，万岁！恭喜淑妃妹妹了，这孩子长得真俊，本宫瞧着心都要化了，恨不得日日抱在怀里疼爱才好。初离，如今梁妃也在盼着这孩子出生，你说你和你那位好姐姐，到底谁能笑到最后呢？皇上这话让臣妾惶恐，这天下都是皇上的，皇上想让谁笑到最后，谁自然就能笑到最后。皇上，您这哪是在宠妃，您分明是在养蛊。这后宫的阴谋诡计，从来都在您的股掌之中，您就这么冷眼瞧着我们撕咬，直到留下最毒的那一个，才配坐上那个皇后的位子。现在这局里只剩下我和宋寝瑟了，2个月内，我和他只能活一个。主子，又是他们！主子恕罪，奴婢方才狡猾，不小心撞翻了那尊1人高的云纹花瓶，惊扰了主子，奴婢该死。这是今晚第几次了？主子，这已经是半个时辰里的第3回了。打发走一个，梁妃娘娘就买通下一个，不是摔盆子就是砸碗，在这院里弄出惊天动地的响动，分明就是不想让您合眼。他这是在用钝刀子割我的肉呢，没有下毒，没有陷害，就这么熬着我，想把我活生生磨死这坐月子档口。主子，奴婢这就去禀报皇上。站住，不许去！
他既然想看，我便做出这副样子给他看，让他觉得我已经快被他熬干了。淑妃妹妹，今日可是大喜的日子，你怎么瞧着竟比那枯木还要憔悴几分？看来这1个月，妹妹确实是操劳过度了。瞧这步子，不知道的还以为妹妹这是要御风而去了。姐姐费心了，这1个月姐姐给我的关照，初霞日日铭记在心，一刻也不敢忘。乔见没？她现在不过是一具空壳子，只要本宫再加把火，这淑妃的位子她坐不稳。宋寝色，你尽管得意，你以为你买通了我身边的人，却不知我早已为你准备好了一份厚礼。今天这满月里，到底是谁的断头台？咱们拭目以待。皇上，救命啊！皇上，纯妃娘娘是冤枉的！大胆贱婢，竟敢搅扰皇子满月丽！来人，把这风言风语的奴才拖下去杖毙！让他说。皇上，纯妃娘娘是冤枉的。当日那一状根本就是局，是梁妃买通了太医，假装怀孕，她根本就没怀过皇嗣，一切都是为了陷害我们娘娘。满口胡言，本宫当日见红是真，小禅也是真。皇上，您千万别这贱婢攀倒。姐姐，你急什么？既然有证词，让皇上瞧瞧便是。宋初离，是你指使这奴婢的，对不对？姐姐这1个月忙着买通我房里的丫鬟砸锅卖碗，不就是想让我精疲力竭，没心思管外头的事吗？可惜啊，我若是不用这副身心俱疲的样子稳住你，又怎么能顺顺利利的把那些大夫人追杀的证人一个一个接进京城呢？上面不仅有太医的供词，还有那个自尽的小太监家里人的画样。宋锦瑟，你让大夫人安排灭口，却没想到淑妃的人早就在侯府门口等着了吧？皇上，臣妾梁妃宋氏德行败坏，伪造皇嗣，诬陷妃嫔，即日起剥夺封号，打入冷宫，终生不得出。永川侯府大夫人助纣为虐，即刻流放边疆，永世不得入京。这戏演得好，这网撒的也稳。淑妃，你这份手段和心思，真是很适合朕的心意。能入皇上的眼，是臣妾的福分。主子，纯妃娘娘这双眼是梁妃在冷宫时派人弄瞎的。这深宫里，赢了也未必是赢，输了便是彻底的地狱。主子，如今这后宫，谁见了您不得绕着走？您是皇子生母，又有祖父英国公在朝堂为您撑腰，这风头可是前所未有的。祖父的事要戒，自己的路也要走。在这深宫，独大并不是坏事，但若不能稳坐，便是祸事。淑妃娘娘，救救母后！求求您救救母后！母后不好了！什么？快传所有当值的太医随本宫去坤宁宫！淑妃娘娘，微臣已无力回天。淑妃，你来了，你记住你给本宫的那个诺言了吗？母后，你不要离开我。娘娘放心，只要我有宋初离在一日，就绝不会让公主受半点委屈。诺言，我一定会帮公主择一个最好的驸马，护她一世顺累平安。若为此事，宋初兰愿遭天谴，用性命发誓。乖，去把那个拿给淑妃。此凤印交给你了。本宫的意思，先前已回了皇上，皇上也默许了。宋初离，你要记住，皇家无情，你好自为之。这个位子是荣耀，也是负担，更是这后宫所有人的靶子。本宫在泉下看着你，看你能不能走到最后。母后，娘娘，路再难，臣妾也会走下去。皇后红来！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朕的皇后，今日这万民跪拜，天下归心的景致，你可开心？臣妾开心与否并不打紧，只要皇上开心，这天下便有了主心骨，臣妾自然也就开心了。哈哈哈哈哈！好一个皇上开心就好。这么多年，这后宫美人如云，可大多都是些只求恩宠的庸脂俗粉，也就只有你才真正配入朕的眼。朕是天下第一，朕的皇后自然也要是这天下第一的女子。皇上谬赞，这后位是至高无上的荣耀，可也正如先皇后所说，它是沉重的负担，更是这后宫所有人瞄准的靶子。皇上对我是否有情，早就无关紧要了。在这深宫，情分是最保不住人的。我只要有这份能护住母亲安享晚年，保住我儿子坐稳江山的权利，就足够了。皇后，到朕身边来。这个位子，既然我宋初离坐上来了，这辈子
就休想有人能再把我拉下来。